继今年4月乐高推出10317路虎卫士后1个月，国产 K 盒子也发布了一款路虎越野车，不过原型车应该是2023款揽胜。另外，相对于10317 32厘米的长度，这款 K 盒子路虎则是达到了51厘米，重2.3公斤。此外，它还设计了变速箱结构，同时在驾驶室的内部设计了一个手动换挡装置。虽然同样是科技组积木，但和侧重于变速箱设计，但只有官方静态版的乐高42110不同，这款 K 盒子路虎则是继续延续了自家一贯的动力组件快装快拆的设计，只需要几分钟装上动力组件，那么就可以下地遥控把玩啦。除了变速箱换挡、遥控行驶、转向和方向盘联动以外，其他功能则比较简单，两侧4门开合、引擎盖开合、尾门开合。悬架方面，则是采用了前后独立悬架。除了前后差速器以外，这款车子还设计了中央差速器。此外，它和42110路虎卫士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这款 K 盒子路虎在外观搭建上使用了大量的砖块类零件，以至于在整个外观上看不到太多的轴销零件，以及新开模的轮毂还使用了电镀工艺。这也意味着这款产品的设计团队可能继续选择了把尽可能的外观还原作为产品的重要开发目标。接下来，我们就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设计。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后悬架以及变速箱结构。首先可以看到，设计师在底部两侧这个位置各预留了一个 L 电机的动力输入接口，动力出来以后直接进入变速箱内部，同时也是中央差速器的所在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后2组齿轮组，当动力传输环选择其中一端的时候，两侧动力各通过左右各1枚8齿齿轮，共同驱动中央差速器的24齿部分，也就是3:1的齿轮比，同时也是低速档。而当动力传输环选择另一端的时候，两侧动力则各通过1枚16齿齿轮，共同驱动中央差速器的16齿部分，也就是1:1的齿轮比，同时也是高速档。驱动动力传输环的换挡动力来自上方的换挡凸轮零件，它们通过后方这里的一共5枚4齿齿轮，后面将会和驾驶室内部的手动换挡结构进行联动。那动力经过中央差速器以后，继续向前后悬架方向传输。在后悬架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差速器端的28:12的齿轮组，所以高速档的总齿轮比是2.33:1，而低速档则是7:1。这里看一下手动换挡结构，直接通过1枚圆柱形零件的旋转以及2枚万向节，控制之前提到的4齿齿轮完成换挡操作，同时通过2枚60483对32034十字轴连接件的方形截面的加持，实现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效果。完成了整个底盘主体以后，我们先来整体看一下，整个传动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直观的。那前后避震都是使用了左右两侧各1枚新款大号硬避震。前悬架动力部分和后悬架类似，中央差速器过来的动力经过1枚12齿齿轮，驱动28齿的差速器模块，然后向两侧传输。转向以及方向盘联动，首先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设计师预留给4伏电机的十字轴接口，动力过来以后直接通过1枚12齿齿轮驱动转向齿条零件，而方向盘联动则是通过另一侧的28齿、16齿、20齿共3枚齿轮完成联动。第154步，在插入这根后面会连接4伏电机的十字轴时，需要在两侧悬挂驱动桥回正的情况下保持十字对中，同时也要确保这根后面会连接方向盘的十字轴十字对中。进一步的，在发动机联动方面，则是通过前悬架差速器前方的一组28:20的齿轮组实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外观搭建的部分。好啦，那么大概经过12个小时，这款路虎就完成啦。外观方面，整个车子整体上以白色为主色调，在车顶部分则是使用了橘红色。在外观还原度方面，我们这里拿原型图来对比一下，以5分为满分，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评分打在弹幕里哦。外观细节方面，前脸格栅使用了浅灰色和金属银色零件错位堆砌的方式，对原型车进行了还原。而两侧的车灯则是使用了透明零件配合贴纸的方案，下方的进气口同样也是使用了浅灰色和银色零件层叠的方式进行搭建。两侧车门的设计则比较简单，几根金属色保孔壁搭建出的视觉元素，让车门看起来没有那么单调，同时也是对原型车的还原。和车头一样，尾门部分同样也使用了大量的砖块零件进行搭建。内饰部分，方向盘、仪表盘、中控台，不过并没有设计后视镜。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功能表现。首先，前后悬架回弹，测试下来没有问题，行程比较大，也是偏硬的回弹力度。前后推行，在2个档位下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发动机联动也很顺畅，包括换挡的手感也是不错的。转向和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车门开合，
打开和关闭的过程中会和周围零件发生干涉，关上以后是严丝合缝的状态。引擎盖和尾门开合，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不过引擎盖的允许打开角度非常小。牢固度方面，测试下来整体牢固度还是不错的，包括车头、车尾的砖块类零件也没有异常松动的问题。不过有2个地方存在问题，一个是 A 柱顶部使用铰链十字轴连接件的位置比较容易发生脱开的问题，另一个是车顶后方不能用力向下按压，否则会塌下去。其他方面，这款套装存在几个小问题。首先是后半程的拼搭，一方面比较零碎，另一方面有些步骤也不是特别合理。如果你追求比较舒适的拼搭体验，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你的槽点。不过前半程会好很多。另外，两侧的4个轮眉存在无法完全拼插到位的问题，虽然在外观上看不到，也不影响成品稳固性，但也属于优化不足方面的问题。然后关于贴纸，这款路虎的贴纸并不多，不过因为车头和车尾的这2张贴纸特别长，同时也是透明贴纸，所以在粘贴的时候最好是准备2把镊子，不要用手去摸，否则可能会留下指纹印。接下来我们就来做动态版的改装。虽然手册的最后做了改装说明，不过其实可以不用看，直接把电机装在底部预留好的位置就可以啦。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几分钟。那基础联动测试可以看到，包括转向以及方向盘联动、行驶以及发动机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那2个速度档测试下来可以看到，行驶以及发动机联动速度也都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下地测试下来基本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在刚启动的瞬间以及转向到最大角度的情况下，会发生一点轻微的打齿问题。2个速度档在行驶速度方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最后看一下包装，彩盒的设计比较简单，中间成品渲染图，左下角标注了套装编号、年龄定位以及零件数等信息，右上角标注了1:8的模型比例。不过如果原型车是路虎揽胜的话，它的准确比例应该是1:10。打开彩盒，里面有2个零件分盒，所有的零件一共分成了8个零件分包，5个大步骤，拼搭手册1本，厚度适中。那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好啦，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